我爸做亲子鉴定，发现小三的儿子不是自己的，他心态崩了，做了这么多年的绿乌龟，我心态也崩了，赶紧拉黑他的联系方式，千万别回来找我养老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这句话真就是说的我爸。我爸妈狗屎运遇上互联网风口，直播卖货赚了上千万，然后老实沉默寡言的父亲就像打通任督二脉一样，不仅学会养小三，还学会转移财产。小三挺着肚子找上门时，我妈还在苦兮兮的打包裹。什么地方？味儿这么大？强哥呢？我找强哥。他用手捂住鼻子，满脸都是嫌弃。我爸听到有人找他，赶紧从一堆货架里出来。那人见到我爸便了搂上前去，强哥，我来看你了。以我看小说多年的经验，小三无疑了，但我并不担心。我爸妈目前的财产平分一下，财富自由妥妥的。只是没想到，我爸竟然提前转移财产，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只剩家里那套不值钱的老房子。我妈小学没毕业，遇到这样的事，第一反应就是哭，边哭还不忘继续打包手里的货。别包了，都是给别人赚的钱。我气急了，一脚上前踢翻我妈面前的货品。你踢东西做什么？小三搂着我爸，满脸心疼的样子。好好的盒子被踢烂了，我望着小三手里拎着的名牌包，冷笑。花我爸妈钱不见手软，几个盒子摆出一脸珍惜的样子。察觉我在看他的包，小三笑了笑。强哥送我的生礼物，我送了IC一套神仙水才给我留的。我望着哭泣的妈妈，40来岁的人，失去光泽的头发，布满皱纹的眼角，伤痕累累的双手，真为他感到不值。小三的到来不像是突袭，倒像是和我爸商量好的。我找了包抽纸，扔给我妈，眼泪擦干净了，接着猛地推了小三一下。你狂什么狂？有我爸扶着，小三自然不会怎样。只是没想到，我爸竟然为了小三打我一巴掌。你离异肚子里怀着你弟弟，我弟弟，我妈就生一个，婊子生的谁爱要谁要。我顶着被打红的半边脸，恨恨地说，畜生。说着，我爸有摆出要打我的架势，我不怕他，有本事你就打呀，看他是你的畜生女儿，再被打一巴掌，还是婊子肚子里贱种生出来。我爸没办法，对着我妈破口大骂，看你教的好女儿，我的孩子怎么了？不比他老子出去偷人抢。俗话说为母则刚，看到我爸骂我，再加上我激烈的反应，我干净眼泪的妈妈也坚强起来。你没资格骂我的女儿，不想看他们想认的痣。我拉着我妈的手跑出去，我们在街边找丽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如何分割财产。律师告诉我们，如果能找到转移财产的证据，法院会做出公正的判决。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妈没念过书，家里账本之类都是我爸一个人在弄，要找到转移财产的证据，谈何容易。我妈宽慰我，反正我们还有房子，大不了就过像以前一样的日子吧。妈妈，该你的你就要拿回来，凭什么让别人坐享其成？我对我妈包子的性格很不赞同，我和我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。我妈即便立马找到工作，也无法负担我高中和大学的费用，更不必说我读的还是国际版，我肯定要依照我爸。于是我们决定先向现实低头，我回去主动和我爸认的错。至于我妈，没的钱离不离婚也没那么重要，但是我爸非要给侄爱一个身份，所以这个婚还是要离，目的就是要血要钱。我妈咨询了律师之后，以此为借口和我爸讨价还价，最后分到了一笔满意的数字。他们离婚到晚，小三就住进我家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只是小三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还带着一个拖油瓶。我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我们班级的学霸林征吗？我暗恋的人。真没想到他和林桑是一对姐弟，想到以前为他心动的瞬间，我真是要把隔夜饭都约出来。林征在高2的时候转到我们班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干净的男孩，校服里面是一件简单的 polo 衫，白色的板鞋，在一群五彩缤纷的荧光色的鞋子里，异常突出。同桌说林征肯定是富二代，那件 polo 衫可是牌子货，他爸有一件，过生日才舍得拿出来穿。第一次月考，林征考了班级第1，突然变成学生一般的存在，光有钱有盐城，极好不算什么，他凄惨的身世又为他增添一层戏剧色彩，从小父母双亡和姐姐相依为命，天啊，真是活脱脱的美强惨，完全激发了女性保护欲。除此以外，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据说是他姐姐请了1对1的外教。还听同学说，林征小时候一直学钢琴，后来为了学习放弃钢琴，在我们音乐老师的劝说下，他又重新开始练习钢琴，尤其是圣诞晚会上的一首白色圣诞节，更是收割一大批迷妹迷的。现在想想啊，什么外教练钢琴，花的都是我家的钱吧。之前给他买水送早餐时，他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还以为自己在他心中不一样，他当时肯定就在叫我大傻 X 吧，用我家的钱给自己立人设，真有你的。后我看到他大致意境相比，林征见到我很平静。婉婉，这是林一的弟弟，和你在一个学校。我爸热情的给我介绍，我假装不认识林征，阴阳怪气和他打声招呼。最后我爸要卡出去购物，我爸说，我爸前17年就有这么一个闺女，还是很疼我的。他一开始以为我会憎恨他，肯定跟着妈妈过日子，后来见我选择跟着他生活，高兴的不像话。婉婉，爸爸那天打的你也很后悔，爸爸就你这么一个闺女，不爱你爱谁？你和弟弟就是爸爸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2个人。说完，他摸着摸我的脑袋，掏出他卡，让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放在从前，我觉得爸妈赚钱不容易，不会大手大脚，但是现在不用才是大傻蛋。一口气在商场刷很多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，还给妈妈买了很多。我提着大包小包回来，林三看到后撇撇嘴，说我不懂事，太浪费，笑死，还没和我爸结婚，都学会管钱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买的越多，我爸越开心。我朝他笑笑，
，C 家点心挺好吃的，你觉得呢？03买包还要给 SA 送礼，怎么可能享受过 VIP 服务？他捏紧拳头，我都能看到他手面上的青筋。他笑着说，都是给自己买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从袋子里翻了翻，掏出一条裤子的皮带，拿给我爸。爸爸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和林一好好相处，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就往一出十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爸听得眼泪汪汪，立马把皮带换上。老公，林婉真孝顺，买的可是名牌。03上前抱我爸的衣服，哎呀，这好像是山寨的。听了03的话，我爸立马去看腰带扣，真是假的。爸，这可是我用自己零花钱给你买的，我先发制人。爸爸，送给你的礼物，我不想用你的钱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靠自己，让您过上好的生活。我爸听后更是老泪纵横，什么你的钱我的钱，爸爸的钱就是你的钱。婉婉，你终于懂事了。丽丽，你快去再烧2个菜，我今晚要多喝几杯。03听了，亲着脸去了厨房。我们家是后来有钱的，虽然换了大的房子，进口车子，但是我爸依然坚持家里人过日子，不要保姆。以前家里菜都是我妈烧的，现在我妈不在了，烧菜的任务自然落到03头上。03去了没多久，喊肚子不舒服，我爸过去帮忙，客厅就只剩我和林征。这小子坐在沙发上，腰杆笔直，无语了，还以为自己冰清玉洁，以前是用我家钱，现在都住进我家了。讲真，我见到他还是有几分淡大的，并不是对他还有感觉，而是想到自己以前那种蠢样，本来还有几分恶意，现在胃口全无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马上吃饭了，他突然叫着我，不好意思，恶心，吃不下，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，仍只有靠自己才能实现真正的一立不倒。我开始把精力放到学习上，我爸妈都属于学历不高，但最后赚到钱的人，所以我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嗤之以鼻。人要想成功，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运气，但现在我改变了这种想法，运气固然重要，但是没有知识去夯实基础，运气来了，自己也不知道。虽然我爸妈没念什么书，但是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不断学习，尤其是我爸刚接触我网工的一段时间，有时候学习到深夜2、3点才入睡。之前我打算大学毕业后就加入爸妈的团队，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强，现在我要另谋出路，好在才高2，还有补救的时间。我学习基础比较薄弱，光靠踢海战术肯定不行，必须要有老师为我讲解一番，因此我提出要请1对1家庭教师，不用请，让林征给婉婉补补，婉婉那么聪明，肯定一教就会。03听说我要请家教，立马推出自己的弟弟，让林征教我。不行，林征自己也要学习，不能耽误他。我爸拒绝了03的要求，我爸自己文化水平不高，因此特别喜欢成绩好的孩子，他对林征很看好，不想耽误林征。不耽误，同龄人理解起来也同步，你说是不是？林征，我爸话音刚落，03赶紧推着林征，让林征表态，不耽误。林征说，我爸还在犹豫，但看得出来，他对林征很信任。爸爸，我没有问题，林征的成绩在我们年级数1数2，如果没有效果，我们再请老师。我跟我爸跌了一个梯子。婉婉，爸爸不是舍不得钱，你林一说的有道理，你们年龄相同，思考问题的角度应该差不多。我知道的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见我同意，03长长舒了口气，我看他林征还是那副滚子压不出屁的模样，以前竟然觉得他高冷，真是眼瞎。我是真的同意，林征本来成绩就好，抛开私人恩怨，他叫我学习，说不定真的比请老师要好。晚上，我和妈妈通了电话，告诉她我最近的情况，从妈妈充满干净的语气中，我知道她暂时摆脱离婚的阴影。我妈并没有消沉下去，她用离婚分到的钱，在老房子附近学校处盘了个铺子，卖鸡蛋饼，生意不错，就是人累了席。妈妈，我周末我去找你，我和她说，婉婉，妈妈自己会照顾自己，你专心在你的学习上，你爸那边你也不要多想。我妈知道我要用功读书非常开心，主播不要因为父母的事影响自己。我告诉她，03的弟弟要帮我补课，我妈先是阴龙，然后说林征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他才不可怜。我反驳道，打从林征住到我家，我再没在学校提到过林征。有些目标了，童中问我什么新目标，你别乱说。我头也不抬的说，那就还喜欢林征喽。我不耐烦的抬起头，刚好看到林征从我们旁边路过，不喜欢，我现在只想学习。我说话的声音很大，林征肯定听见了。我看到他的步伐短暂停留，又迅速离开。无所谓，姐的目标是学习，我本来就不是笨小孩，以前只是玩性比较重，不爱学习，现在满脑子都是学习。下课我想去问数学题目，数学老师是个不够言笑的老太太，我之前和她顶过嘴，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走到办公室门口，还是不好意思进去。正当我准备离开，听到谈完怎么不进来？我看到头都没抬的数学老师，尴尬的走到他的旁边，老师好，有什么事吗？他放下手中的笔问我，我又到底不会做，想问了您，又怕打扰，我话没说完，老师抽出我怀里的题册，翻到折起来那一页，一看你上课就不听，这题我说了多少遍。老太太的眼镜搭在鼻头上，用红笔把一只条件圈起来，又在旁边写了一组函数，现在看看呢。我接过看了一眼，茅塞顿拍，谢谢老师。说完，老师伸手让我把题册给他，他翻开看了看，用红笔画了几个星号，这些题好好做，不懂及时问，快回去上课吧。谢谢老师。我的眼泪含在眼里，不敢抬头看他，本以为他能帮我解决问题就不错了，没想到还愿意再拉我一把。想到之前上课和老师顶嘴，我面颊通红。晚饭后，我照常和林征在书房里写作业，今晚的作业比较多，如果再讲题，我怕自己吃不消。林征，今晚我没时间，要讲的题目留到明晚吧，你做完先走吧。
写完我还要背单词整理错题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但他好像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或者你把笔记留给我，我可以先看看。我看着他眼睛，认真的说，我以前不好意思看他，和他对视都会脸红，自从他住在我家后，喜欢消失的干干净净。谈完，我今天听到，他停顿一下，没继续说下去，听到什么？我虽然在问他，但心里清楚，肯定是和同桌的对话被他听见了。你之前是不是？我很烦他说话说不到底，不屑的接上他的话，是不是暗恋你，喜欢你？他脸色没什么变化，但通红的耳朵泄露了他此刻的心情。是啊，我之前是喜欢你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没有和他绕圈子，比较直白。坦白，其实我也……他话没说完，我又打断他，但我现在不喜欢了，我不喜欢小三的弟弟。他面色苍白，嘴唇咬得紧紧，从书包里翻出一个本子，我记账了，用你家的每一笔钱，我会还的。所以呢，我轻蔑一下，我差你那点钱。我爸妈都离婚了，他家的原地没有说话，不过你也不怪你姐，没有林丽也会有王丽李丽，但是林正像你这样的不多。我上下打量他，你姐不要脸，你比你姐更深，吸血鬼。既然他不想走，那我走，我要是你，都没脸住在这家。不知道他听见没有？反正我想说都说了，我高估林正了，他还是厚着脸皮住在我家。林丽怀孕后，月发1至70，甚至还要求我给她做一些事，没搞错吧？我没理他，他就和我爸告状，反正我又不怕。我看着林丽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，想出皮球一样，脑海里突然有一些不好的想法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，我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。我妈鸡蛋饼的生意越做越好，之前有直播的经验，她很快把直播融入自己日常的生意里，阴差阳错竟然变成了网红鸡蛋饼。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，申请名校的希望越来越大。春节假期之前，有人询问林正要申请什么学校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对恋人说还没想好，确实该好好想想。我插了一句，他没有说话，抱着东西匆匆离开。同中问我什么意思，我忘记林正离开的身影，说道，出国费用挺高的，03的预产期在过完年后1个半月，年前他说他要回一趟老家，祭拜一下父母，爸爸走不开，让我陪着去，为了不影响我和林正学习，03和我爸的婚礼定在我们申请大学之后。03不满意，提出想要先领证，我直接说我暂时接受不了，给我一点接受的时间。我爸思考了一下，没答应03的要求。03的老家是一座海边小城，我要是03，不可能答应我爸把我带回去的要求。可03不仅答应了，还试图和我搞好关系，甚至祭拜父母的时候都带着我。爸爸妈，保佑我肚子里的孩子平平安安。他一脸虔诚的双手合十，你不怕爸妈觉得丢人吗？我和03说话向来直接，谈完，我儿子到底怎么你了？林丽问。没有啊，我说了谈妈，我耸耸肩，其实也蛮不容易的，没有孩子前先养了这么久的弟弟。我漫不经心的瞥了林正一眼，他依然那份隐忍的样子，委屈什么？我又没说错，你拿做小三的钱，供你弟弟读国际班。我话没说完，够了！林正突然爆发，他不由分说，想把我拽出去，笑话，我是能随便拽得动的，别碰我，脏死了！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在我爸妈面前，求你给我们有点面子。他说话带着哭腔，我吐了吐舌头，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过分了。看林正走了，连默默跟在他的后面，像你这种父母都在衣食无忧的孩子，你知道什么？林正突然反问我。你知道我和我姐相互扶持有多难，又不是我让你姐做小三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没好气地说，而且这算什么相互扶持？你当方面吸血吧，自己又要念国际班，又要学钢琴学外语，在这里上演什么苦情剧本？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姐？她都要生了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句话和我是来加入这家，不是拆散这家有什么区别？你姐是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无语了，肯定还在和你流一样的血。他又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只信母系遗传，林正和林丽真是亲姐弟，脑子都不太好。我们计划在老家住2个晚上，但林丽有事要提前走。我本来也想跟着他一起走，但林正说什么都要在家里再住一晚，他姐不放心，非要我也留下来。我们一眼看了林丽一眼，他的神情很不自然，像是在隐瞒天大的消息。我想了想，打个电话给我爸，质问他最近给了什么甜头给03。我爸说我莫名其妙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有一说一，他们老家挺不错的，偏远地区的小县城，还没那么多商品房，家家都有自己的小院子。晚饭是在隔壁林婶家吃的，天色都暗了，我们还没吃饭，我让林正去问问，林正说要等齐言哥回来一起吃。林七言是林婶的儿子，在市区读高中，林婶怕我们等着急，说不然先吃。我虽不是讲理的人，但这点礼数还是有的，赶紧推辞，没事，不着急，等林叔接他儿子到家，天已经完全暗了。林叔和林正他爸是兄弟，林七言和林正有几分相像，但完全是高配版林正。我都看着你了，他个子比林真高上几分，肤色要暗一些，再加上宽阔的肩膀，我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一个词语，黑皮体生，救命！我还说出来了，他突然发出爆笑，大白牙下2排萝卜条，不好意思妹妹，我可不是哦，我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。好久不见，林正。林奇言给了林正一个拥抱，随手放下身上的背包，我站在一旁有点纠结，要是林奇言过来抱我，我要不要拒绝？好可惜，他只是和我握握手。饭桌上，大家难免会谈到学习的事，林奇言和我们一样大，开学高3，他成绩很好，确定要走保送的路子，我也确定好要出国，只有林正还在纠结，我心里有数，他纠结到最后还不是要靠我爸出国念书，但没戳穿他。晚饭后，林奇言带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星星，林正问他最近有没有拍照片，林奇言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带我们去了他的房间。房间里到处都是照片，还有林丽的照片上，林丽笑得很开心，很单纯，和旁边男生靠在一起。那男的是谁？我问。腾哥嘛。
丽姐男朋友林奇烟说，我们小时候就爱跟着腾哥到处跑，腾哥现在在哪里呀？我又问，好像去市里了，他有点不太确定。昨天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爸的口气不像是知道琳琳要提前回去，还有腾哥其他照片吧。林奇言又拿一些照片，我按记住腾哥的模样，林正刚肚子疼，去拉肚子了。等他回来，我已经在看林奇言拍的鸟类。你这么黑，就是拍鸟晒的。我问个全然，也有遗传因素。林丽和我们同时出现在机场，她说她去市里有点事，我在一旁听了没说话。回到家就找人查了一个腾哥，不想真对我查到点东西。林丽这些年养着的男人可不止林正一个，还有那个腾哥。腾哥在市区有一套套间和一个门面，做些买卖观赏鱼的生意。有意思的是，2处房产证都是林丽的名字，我对林丽生出一种复杂难言的敬佩之情。恋爱脑和伏地魔的 buff 算是叠满了，她肚子里的孩子真是我爸的吗？没多久，我又收到对方发来的新照片，原来回家前一天，林丽去找那腾哥了。我把那些照片打印下来，藏着卧室的书架里。林丽孩子生下来以后，又提出要领证的时候，我爸也开始犹豫，孩子要上户口，他也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儿子是私生子。我在心里白眼翻上天，上户口就能改变私生子的现实吗？我没有再阻止他，但也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私生子满月那天，我爸和林丽娜结婚证。开学后，我一心扑在学习上，很快就确定好要去的学校。和爸爸讨论了学费的事，我爸没有犹豫，但我想去哪儿去哪儿。我无意中说到领证的事，爸爸，你还要负责领证出国的费用吗？我爸犹豫了，人都是有私心。没过多久，林正突然从我们班级转走，说要参加高考。03好几次见到我欲言又止，我拿到 Overland 那天，爸爸和妈妈一起对我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宴。我妈靠鸡蛋饼发家，现在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鸡蛋饼品牌。她虽然靠直播赚到了钱，但是没有盲目去带货，而是把鸡蛋饼做成了自己的产业。她靠直播赚的钱开了一家早餐店，除了鸡蛋饼外，还有其他的吃食，年底已经要开2店了。习近平，林3先生恭喜我被录取。话锋一转就说一个小女孩在国外不安全，可以让林正陪我一起去。我说今年的申请时间已经过了，林3立马说他可以明年申请。那我终于1年都习惯了，还要林正做什么？我轻蔑地说。林3没有说话，干笑2声。姐，我可以读研再去国外。林正给他姐弟一个台阶。那你大学期间要很辛苦，半工半读还是挺累的。我笑着说。我知道我爸答应林3给他弟弟出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再多吗？可就难说了。果然，林家姐弟俩的神色变得很难看。我爸没想到，我妈离开他也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心情不是很好。但看到我妈赚钱，他也想先上线下2手抓。于是风风火火的买了2间铺子，开了百货店，让林3去管理。我笑他天真，林3可不会帮他管理店子。我本来想把林丽和腾哥的事情告诉我爸，但觉得时间还不到。我去了国外，听说林正考上国内一所不错的大学，在心里吹了声口哨。我到国外没多久，就和爸爸要钱买了房子。爸爸起初不愿意，但是我说以后弟弟可以在国外读书，他立马就心动了。我用他给的钱，在国外全款买了2套房子和一辆好车，这还不够，吃穿着行物一样都要好的。没到我爸着急，林3已经坐不住了，他给我打了电话，说我花钱太大手大脚，我才不理会，我不用这些钱就被他用了。我也不傻，当然我爸也不傻，可我会画饼啊。我在国外读研的第2年，爸爸提出要把他儿子送到我这里念书。林3欢欣鼓舞要跟孩子一起过来，还让林正准备出国读研。林正大学毕业后没有考上研究生，我爸也不愿他在家吃闲饭，他赌气说要一个人出去闯荡。林3还给我打个电话，让我好好挑一挑附近的学校。我反手找人打电话给腾哥，说林丽要带着他的儿子出国了。说真话，我知道2人有联系，但是不知道那孩子到底是不是腾哥的，所以想炸他。上午打的电话，下午腾哥就带人到我家，我不想错过精彩瞬间，就让我妈去看看。据我妈回忆，那个叫腾哥的男人下午冲到我家仓库，乱喊乱叫林丽在哪里。不巧的是，林丽带着他的儿子出去购物了。我爸完完整整知道事情的经过，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赶紧让人打电话给林丽。林丽起初还在电话里狡辩，回来后看见腾哥都到场了，他便破罐子破摔，说我爸替别人养孩子，不也开开心心的。我妈在一旁劝架，生奶又养大。腾哥生气道，我每个月都打钱，老子孩子自己养的。我妈赶紧又说，老谭你也不亏，这么大岁数占人家工匠这么多年便宜。我爸听完2眼上翻，快要站不住了。可怜林正傻傻的去扶我的爸爸。姐夫，说不定一切都是误会，我姐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对，你姐一小姑娘能忍受老头子，不是真爱是什么？我妈赶紧附和，我那傻弟弟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被腾哥抓住，一直在嗷嗷喊腾腾不知道的，还一滩喊他爸，原本区面就无法控制，更别说我妈在其中上蹿下跳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我爸被腾哥按住打，我妈作为现场目击者也跟着去警局，把我爸出轨还替别人养孩子的事在警局一五一十都说了，气得我爸大喊。亲自鉴定还没出来，我知道腾哥到我家时，立马买了回国的机票。一到家，我妈就眉飞色舞的给我们讲了好多事。我看着被气昏头躺在床上的爸爸，连忙上去安慰一番。林丽呢？我问。她呀，和那个腾哥在酒店呢。我妈说。所以你孩子真的不是爸的？我也很好奇，是那个腾哥的。亲子江丁下午救出来，管他结果是什么，和我们都没关系。我妈嗑瓜子，瓜子壳都飞到我爸床上。那林征怎么还在我家？我努嘴。他呀，说相信他姐，自愿给你爸做人质呢。我妈不屑的瘪嘴。我听后默默发了个白眼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，大家都傻眼了。这
这个孩子既不是我爸的，也不是腾哥的。我和我妈眼观比比关心，没有说任何话。腾哥比我爸还猛，按住林丽就要打他，林正赶紧上前阻止。我妈劝家说，不是亲生的又怎么了？都养这多年了，别说人，小猫小狗都养出感情了。傻弟弟哭着去抱我爸大腿，嘴里爸爸爸爸叫我不停，被我爸一手推开，他又跑去抱你腾哥，也被腾哥一脚踹开。我妈好心去把孩子扶起来，都是自己孩子，随便你们谁带回去养呗，以后不多个抬罐的，都舍不得就半年半年养。连丽冲到我妈旁边，拉过自己的儿子，吵着我妈嚷嚷，我们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妈大腿一拍，可不是，我之前还想找家瞅过外养。说完我妈就往外冲，明丽大叫，回来！我妈虽然年纪40-50，但是身体素质不比年轻人差，一溜眼就跑没影了。没多久，左邻右舍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还有人拉着我妈的手劝慰我妈。洪英达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喽！洪英达，你当年受委屈了。洪英达，你的好福气在后头呢。我送她回去的时候，我妈狠狠啐了一口，然后在车上大哭起来。这么多年的委屈终于发泄出来了。送我妈回家后，我有马不停蹄赶回我爸那里，时间不会善待任何人。以前中气十足的爸爸，隐约也能看见老态龙钟的样子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眼里含着眼泪，婉婉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滚心窍。我也拉住他的手，没事爸爸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。爸爸拉着我的手，掉落悔恨的眼泪，我把迅速恢复了精神，先去把林丽的副卡停了，又去了公证处，把家里大大小小的遗产都留给我。等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终于找到机会把当初的照片交给我爸。所以你什么都知道？我爸一脸复杂的看着我，也不是吧，我确实不知道林丽的儿子既不是我爸的，也不是腾哥的，也许是垂死挣扎。我爸又问，那你为什么不知道点告诉我？我说你出轨的时候也没告诉我后妈，解决了我爸事，现在轮到林丽了。林丽和我爸在一起后就没工作过，他所有的开销都是我爸花的钱，包括他给腾哥住的房子和开店的门面，这些钱可都是我爸后妈的共同财产。我收集好证据去起诉林丽，势必要把买房钱夺回来。期间林征联系过我，那我一定要对他姐姐赶紧杀绝嘛。他和我爸又没离婚，赶紧杀绝说的太难听了吧。我说我爸要和林丽离婚，林丽不同意，我觉得其中有猫腻。一查才知道，林丽真的好本事，她根本就没和我爸结婚，很无语。怎么自己结未结婚都不知道？我爸说他是二婚，结婚只要带照片去就行了，林丽帮他办的。我看这眼假的结婚证，没说什么，怪不得他不肯离婚，竟然没结婚就好办了。反正副卡已经停了，我带人去林丽老家找他，发现他带着孩子住在老房子里，失去2套房呢。我问他神色闪躲，说什么2套房？他不知道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反正房子我拿回来了。我看看自己的美甲，梦不惊心道，姐姐，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？林丽怀里的小男孩气气的问，谈了你这个贱人。林丽和他的儿子同时开口，无所谓，我来就是要武扬威的。回去的时候刚好看到隔壁林婶，婉婉她有点不确定，林婶好多年没见了，确实很多年了。齐彦哥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又说，他呀，在国外念书呢，在 X 国。林婶满脸骄傲，我天后愣了一下，和我在一个国家，是吗？挺好的，所有事都忙完，我要回 X 国。我问妈妈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去 X 国发展她的鸡蛋饼产业。我和妈妈离开前一天，爸爸来找我，说他也可以和我一起走。我不想带他，但说句真话，我爸对我还是可以的，除了那一巴掌，我妈说她不介意，但我知道我妈心里有扒不掉的刺。爸，我妈不想你去。我说，她没说话，过了一会才笑着说，爸爸留在国内，做你们坚强后盾，赚钱有我。说实话，这句话我不敢信，但是无所谓，我和我亲爱的妈妈要奔赴新生活了。全文完结。